钢枪为伴，花样年华的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使命。接受你命令，现在我们要出去执行一个任务，解救人质。人质被关押在202高地。成为女子特战尖兵，他们要锻造怎样的过硬本领？要让他们先跨过特战队员的门槛，首先就必须保证这10几项基础科目全部达标。牵引横越，特战队员们能否顺利抵达终点？说清楚没有？清楚。好，开始训练。巾帼利剑，特战女兵正在播出。接受你命令，现在我们要出去执行一个任务，解救人质。人质被关押在2020高地，距我们1000米左右。其人质特征为女性短发，身高1米6，年龄22岁左右，身穿一件黑色 T 恤。救援行动是特种部队常见执行的众多任务的一种。这些身穿迷彩服、脸上抹着迷彩油的女孩子们，是来自75集团军某特战旅的特战女兵。同志们对任务是否清楚？清楚。呈一字队形，展开。放下来，注意隐蔽。一组继续前进，2组在我左前方十字警戒，3组后方警戒，是否明白？明白。就位。在这里，女兵们人人都能达到战斗体能标准，大部分都熟练掌握攀登、滑降、伞降、射击、球渡、格斗等10余项特战技能。丛林作战更是每个特种兵都要经受的考验。停！集合！子敌已经接近我们的目标点，希望大家在行动过程中注意隐蔽，切记不要发出大的声响。一组向东南方向继续前进，3组实施后方警戒，2组跟我来。此时，队员们距离目的地已不到1公里，队长下令各组迅速展开侦察行动。丛林里视野极差，发现隐藏在里面的敌人非常困难。这些特战女兵们能否安全解救出人质呢？目标越来越近。此时，特战小队发现了异常情况。这些手势是特战队员们在执行任务时沟通交流的方式。前方发现敌情。
最终，在这场模拟演练中，歹徒全部被击毙，特战队员们安全营救出人质。特种兵向来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在路上能百步穿杨，在海里会操舟前行，在空中可伞降突击，在心理行为训练场火仗烈焰熊熊，但女兵们一跃而过，钻过火圈后继续持枪射击。要让他们先跨过特战队员的门槛，首先就必须保证这10几项基础科目全部达标。我们备战的时间很紧，所以他们必须从每天早上5点半开始训练。今天我们组织吊单杠训练，一个一个上去体验。让我看一下大家动作，开始。这个看起来不太爱说话的姑娘叫徐丽英，她仅仅用1年时间就实现了从通信兵到特种兵的转型。加入特战旅仅2年，她荣立2等功，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等奖，成为陆军强军精武标兵。发言目标如果问20秒钟可以干什么，徐丽英20秒之内可以完成5种姿势，10发子弹全部击发。开始。33秒41又可以干什么呢？徐丽英可以用33秒41完成4层楼的攀登，并且投弹4枚。这是她取得的2019特战骑兵比武女子总评冠军的骄人成绩。同时，她打破了自己去年这项比赛创造的纪录。不仅如此，这已经是她第2年卫冕这项比赛的冠军。难就难在第1年，相当于说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样一种感觉在里面。反倒是到了第2年，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别人的一个标杆和目标。他最重要的是要打败自己，其他人把他作为目标以后是要打败他。在荣誉和掌声的背后，却蕴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2015年，在警校读大2的徐丽英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女兵。2年前，徐丽英从话务员岗位被调整到了新组建的特战旅。没多久，徐丽英主动递交申请书，想要报名参加特战比武。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其实我自己很紧张。我们第2天4点钟要起床，但是我2点钟还没睡着，因为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是刚组建的特战旅，有很多老牌特战旅的和我们一起比赛，所以他们可能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我们更扎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嘛，就这样想着对方训练时间比我们长，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厉害，所以压力很大。从此，徐丽英要比别人练得更多，练得更狠，经常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感觉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特战旅嘛，训的这些东西都是高危科目，女兵她比较胆小，而且很多东西都需要力量，然后女兵的力量也比较弱，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感觉是一个挑战。为提高自己的上肢力量，拉单杠规定12个，他做15个；俯卧撑规定50个，他做70个；卷凉席要求卷3次，他卷5次。哪怕是腿部肌肉拉伤的情况下，他仍咬牙坚持完成。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不可能突破这个记录，后来慢慢的，当你突破这个记录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是你还没去发掘。徐丽英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当兵，是为了完成早年去世的爸爸的夙愿，也是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强大一些，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妈妈。因此，徐丽英在集训队的忍耐力常常超乎战友们的想象。觉得徐帆是一个在我心中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可望不可及的人，就是觉得很崇拜他，就觉得自己也很想努力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为了练就过硬的本领，拼尽全力，对于这群女兵来讲，已经变成了习惯。让我们的杨明班长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肌肉。
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没必要，只有一个女孩子，然后看着外面的那些女生，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其实挺羡慕的。但是反过来看一下自己，其实每天我都在体验他们体验不到的生活。可能我出去之后，他们的生活我可以体验到，但是我这种日子他们是绝对都体会不到的。100米跪姿精度射击很不理想，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训练的。今天我们针对跪姿进行专门的针对训练，希望在训练过程中，希望同志们上点心。我不希望在下一次射击考核中再一次打出这样的成绩。下面女兵们因为射击训练成绩不理想，遭到了教练员的严肃批评。那么在今天的训练中，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跪姿坐着。跪姿射击是步枪射击3种姿势中最难练稳定性的一种，所以这也是对女兵们的极大考验。此时临近中午，也是一天中最热的时间。几分钟后，一些人出现了轻微的晃动。张教练决定给这些特战女兵们加码，枪上顶弹壳。这项训练主要是为了练习女兵们的狙枪稳定性，以达到更精准的射击。停！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教练员喊停，然而徐丽英和文小曼2人又较起了劲儿。好，今天我就看一下你们两个有多大的能耐。张教练在他们的枪上每人又增加了3个弹壳，也就是说，现在徐丽英和文小曼每人端着4枚弹壳，他们究竟能坚持多久呢？为什么给他们多加了3颗弹壳呢？我是通过增加训练难度的方式，来提高他们两个的自身的水平。我觉得徐丽英是我们连队最强的一个女兵，就是整体的综合实力。然后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就是想跟她比一比。其实我当时教练员喊起立的时候，我是想起来的，因为说实话，训练了半个小时，腿确实很酸。但是我用余光看到文小曼他们起来，然后我也不想起来，就想和他再较量一番。每个弹壳的底部和枪支的接触面实际上不到1/3，这时只要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发生微微的颤动，弹壳就会立马跌落下来。在跪姿击枪的整个过程中，右脚的后脚跟、身体的整个重心都落于你的右脚脚后跟上，所以说在一定时间的推移下，你的右脚掌会产生剧痛，只有足够毅力的人才能坚持下这个训练。他们目前的训练水平已经超出平常人很多。小班长加油！他们在给我加油嘛，然后感觉就是我一定不能给他先倒下。加油！加油，班长，坚持一下。我一直在控制我的呼吸，就尽量让我自己不发抖。然后就想着，我快坚持不住了，肯定他也快坚持不住了。我要等到他倒下的前1秒，他倒下了，我后1秒我就倒下，多1秒我也是赢他了。在这里的每一天，他们都在成长进步。也正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撑着这些特战女兵们面对荆棘也要负重前行。其实觉得好像有点功亏一篑的感觉，但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吧，然后下一步应该还是要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因为觉得可能被别人超越还是有原因的，要从自身方面去找原因。文小曼和徐丽英是同年入伍当兵的，在生活中2个人平时关系非常好。徐丽英和文小曼所在的部队每年都会有近4个月的时间在野外驻训演习中度过。
野外环境艰苦，任务艰巨，没有经历过野外驻训，你是不是认为官兵们的野外生活简单乏味呢？我右手方向的这个是我们在野外生存条件下搭建的一个简易的庇护所。你看，其实这样一个人踩上来，在上面都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很坚固的。这个庇护所下面草下面是由多根木桩拼成的，所以它就很牢固，很多7、8个人睡在上面都绝对的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庇护所的完成可能是需要3到4个人，是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搭建完成。它通常都用于特种兵在野外生存条件下的夜间宿营。除了住，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特战小姐姐们在野外训练期间会吃些什么呢？小的细枝、小的细的那些树枝也可以检验。发现这边好多松树。秀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是成都文理学。那你从老家入伍还是从学校？我从学校入伍。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女兵们都是大学生女兵，从学生到特种兵的转换，她们一步步走来，为自己的青春谱写了最精彩的乐章。我看一下啊，可以了。你要稍软一点。哦，烫死我了！来吃饭吃饭。开饭开饭，挺好吃的。够吃吗你们？我手艺还行吧。所以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只有馒头我们可能就吃2、3个馒头，然后可以配一点稀饭。有面条的话，我们就吃1大碗面条。然后就比如我们有的女兵可能食量比较大嘛，然后就好像罗琴啊，所以就炒饭的时候，她一个人就能吃1大碗炒饭。别给我找暴露我的食量不好，不好吗？休整完毕，接下来他们将要迎来一场更艰难的挑战——牵引横越。同志们，今天我们来训练一个训练科目——牵引横越。牵引横越是我们攀登基础训练的一个科目。一般情况下是在我们这个特战队员渗透过程当中，遇到难以通过的这个河流啊、山涧呀、小溪啊等等的一些障碍物，我们可以利用绳索架设的一种方式，然后再利用我们这个小队协同、相互协作这个牵引的方式通过这河流。为了锤炼特战尖兵，集训队把女兵们带到陌生的地域展开训练，磨砺特战女兵的实战能力。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训练的特战女兵们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些紧张。好，请同志们随我来。具体如何架设，下面由我结合2个示范兵，给同志们进行示范。大家注意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个小队通过我们障碍物的时候，这个协作、团结协作，还有这个人员的一个分工要明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下达这个通过的命令之后，每个人能够各司其职，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经过教练员和示范兵们的演示，下一步女兵们就要自己实践了。对方先过去3到4名同志，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斜行具，然后牵引过去，之后，然后我们和队友的人再把这个绳子拉回来。之后我们会2名队员，在这个座套打好情况下扣上去，然后再通过。首先，2名女兵背着绳索游泳通过面前这个宽7米、水深3米的河流。两边架设好绳索后，负重15公斤的女兵们依次通过。特战女兵们能完成这项挑战吗？好，先锋提问。在向目标地域渗透的过程中，特战小队遇到河沟、山川等地形是非常频繁的，所以牵引横越也是特战女兵们必备的技能之一。2名先锋顺利抵达对岸，并开始绳索架设。
接下来的任务能顺利完成吗？待会我们训练的时候，首先是罗琴、黄婷先过，第二组兰婷、黄金荣过，第三组郑海帆和文小曼过，我留到最后。这清楚没有？清楚。好，开始训练。挂手铐，快点！挂好没有？没有。好。来，脚搭在上面。刚刚我们已经有2名同志牵引横越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出出了什么问题？报告，绳子没拉紧。报告，他们锁扣错了。怎么解决？报告，需要重新再次收绳，把绳子再收紧一点。对，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重新再把绳子紧一下，要不然我们过去照样会出现上2名同志出现的问题。那下面开始展开行动。在距离地面2米高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丛林环境的湿热天气里，用一根只有手指粗细的绳索来过河，特别考验特战队员的体力和耐力。问题找到了，那么这一次他们能顺利通过吗？先紧绳，再拉。1、2，走！1、2，走！好，紧绳。好了，这次他们准备先把重量等同于2名特战队员的斜行具运送到对岸，来测试重新绑的绳子有没有达标。当看到背包顺利通过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让徐丽英没有想到的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向你们上。那让我可以等下一个吗？我有点害怕。没关系的，你要相信你的战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记得，都很安全的。你看刚刚贝南过去，他也没掉多少，对吧？所以现在人过去也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就是我不敢第一个，我可以等下一个吗？那你要怎么办？你需要休息一下吗？要不你现在旁边调整一下。战场上它是一个任务，知道吧？人不得耽搁时间。你跟我说你要休息几分钟？2分钟吧。好，我调整一下。好，你自己调整一下，我们等你2分钟。能不能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就是想逃避，不想面对，因为害怕嘛。有没有好一点？好一点了，但是还是怕。那现在叫你上，你干嘛？敢不敢？应该敢吧。应该敢，不要应该，知道吧？应该说明你还在害怕。我跟你讲，班长第1次过的时候也很害怕。你不挑战一下自己，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你这次不过，你下次还是害怕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这是一个团队任务，现在只是训练。你要充分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我们团队。好。因为我觉得战场上子弹它不看性别，然后赛场上我们也绝不讲特殊，我们也会走上赛场。所以我觉得这个训练对于我们女兵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去克服，因为在未来的战场上有可能会遇到类似的这种高危科目，所以我们在训练场上要多流点汗，战场上才能不会流血。经过徐丽英的一番开导，黄金荣自信起来，勇敢地爬上了绳索。手不要放在绳子上，放在锁扣上。不要怕，不要，没事没事。因为我比较重嘛，在中间就卡住了，心里就更害怕了。但是他们都会就是安慰我，叫我不要慌，不要着急，加油，没事的。那个时候有一种力量在支撑自己、鼓励自己的感觉，就是就算害怕，然后也不愿意去退缩。
想要爬上绳索并且顺利通过，需要考验的是特战队员的腹部力量、腿部力量和手臂力量灵活的结合。如果不能掌握这个技巧，很可能会悬挂在绳子中间，甚至掉落到水中。而徐丽英作为最后一个通过的人，还需要在牵引后收回所架设的绳索，以完成快速撤离的任务。因为前面大家都可以协同过去，最后一个是非常困难的，要你自己有很好的手臂力量，你才能上得去，然后滑过去。而且这个时候很考验心理素质，如果心态不好的话，可能会使整个任务失败。最终，这些特战女兵们顺利完成了今天的挑战。在这里的每一天，她们都在成长进步，而经历的所有苦痛都是火凤凰涅槃的过程。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她们已经准备好。